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对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啊，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当中呢，现在讲的第二个课盘，也就是说四位，这个内情众生而观修无常。因为前面呢，刚刚讲了，这个七世界的一切，一切法呢，就是刹那间，顷刻间，都是这个变化的，就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包括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房屋也好，然后自己的这个床垫也好，就这些呢都无常的。我们很多人，这个所学习的这个经堂啊，就是也是无常的啊。就前一段时间我跟很多道友也举的例子一样的。就法王开始给我们讲解，一直到这个现在的话呢，这个经堂也是换了好多次。我跟汉族四宗弟子传讲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经堂也是换了很多次。包括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入心论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居士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道场啊，他们学习的这个场所的话呢，也是换了很多次。这就是无常的一个这个标志。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住处啊，自己的住处的话呢，你也这个想一想，你以前就是很小的时候呢，就是住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中间在读书的时候住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和这个房屋里面，然后现在是住什么样的，以后呢变成什么样。所以我们很多方面呢，就是观察的时候，确实外面的这个七世界啊，这个全部是这个无常的，一定会了解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所有的这些生命的话呢，没有一个就很长的都是这个无常的。当然，从总体上的模模糊糊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觉得是无常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这个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和这个也经常遇到过，就是一切万物都是这个变化的，没有一个静止的法。就是像那个物理学家的这个前一代的有些观点，这个虽然有一些这个说这个静止的法，但是后来的这个一些这个学者的话，那就完全就是反驳他们的这个观点。所以说最后我们也得出的结论呢，是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这个运动当中。原来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对我不是很好的，因为我这个学习佛法呢，有时候是这个因有果就是有三果，恶有恶果的话呢，我就有一次给老师面前说，他有点不高兴，就是他说万事万物虽然是运动当中变化当中，但是呢，你这样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哦。有一次我问问题的时候，就在这个全班里面就开始批评我这个那个老师一点都是不信佛教，就是说是现在可能已经延期了，但是他在那个就是课堂上呢，就是也是点名，就是他的这个表情，我现在都是一直想着他嘴全部都是歪着，你这样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哦。他还说是我长大以后没有出息，肯定会犯法的。所以，万事万物的确也是这个变化的，这个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法。就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知识当中也是有这个概念，但是呢。没有这个佛教那样，就是非常这个系统的深入的觉知就没有，更没有呢。我们现在这个前行当中所讲的那样，就是特别细致的结合自己的这种这个信念来这个修正就是就这样的这种教研的话呢确实很难得的
每个人，包括我们佛教徒的话呢，大家都口口声声说是一切万法无常，这一点谁都会承认。可是心里面呢，升起了真正的这个无常观呢，就无常观，迫不及待的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时间没有什么这个常有的贪执，而且呢。就是特别的着急，就是要这个学习。人生那么短暂，我什么时候是很难以这个抉择啊？就这种这个信念呢，我想大多数的这个人呢，这个概念当中是没有的。就是包括很多一些这个学者这个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修行者的话呢，这个无常观呢，就基本上就不是修得很好唯一的呢，就我们这个禅宗也好，有些这个藏传佛教的个别的高僧大德和有些好的修行人的话呢，他会日日夜夜的是有一种这个无常观呢，就是鞭策自己就是可以说这个就是监督自己，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修行的动力。所以说我们想呢，大家一定在这个无常观当中呢，就是要这个下功夫。当然下功夫之后呢，临时性的就是偶尔的这样的无常观，就是谁都会容易生气了。比如说我们讲了一堂课，看了一本很好的书，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家人亲人就是死了以后，就有种种的一些因缘呢，就是组成自相续当中升起了，就是一种一切都是无常的，以后要注意好好修行了。这样的偶然的信念很容易发得起来，但是我们呢，就是这个长期的就是长期的这样心里面的这种无常观呢，就是一直不容易这个消失的。这种修行呢，很多人来讲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呢这个前行法呢，就是确实是经常要学，经常要传，经常要看。如果你没有这样凡夫人的这个境界真的是对外面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这个外境呢受这个诱惑这样以后呢，自己的这个暂时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就像是云间的这个日光一样的，就一下子就被这个外境的这个乌云呢就是来这个遮障了就这种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谦卑大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谦信呢就是也是这个真心就是也是这个真心，比真心还重要的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修行人他就口口声声对这个大圆满法和对一些高的这个禅宗的一些话题就非常的这个重视的。可是，一讲起来无常就是轮回痛苦的话呢，他都不太这个重视的。我听说呢，就是最近就是他们很多人说就是那位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并不是这个原来的有些境界，暂时可能是我也相信是有的，但是这个要长期自己相续当中根深蒂固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修这个加行就是要修加行。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并不是为了完成一个这个数量就要是从这个质量上，每一个修行的引导的话呢，就自己有一种感受就我前2天所讲的一样的，真的自信要有这个转变，这就是修行的一种量你对上师祈祷的时候呢，就是你对这个恭敬心就是最好是这个眼泪流出来。如果眼泪流不出来的话呢，表情上还是对这个就是这个诸佛菩萨和上师应该有一种这个恭敬心。然后你要观察无常的时候呢，就并不是说是无常无常无常，好像表面性就是不要说是你这个心就是连肉都不懂，就是肉不要说皮肤都不懂，就什么这个感觉都是没有，无常无常是，就什么感觉都没有的话呢，那不行的。应该最好的这个修行呢，从那个骨髓里面呢，从骨髓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禅动之感，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就是这个觉数这种觉数的话呢就是力量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是表面上呢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形式的这种仪式就这不是，当然是它是一种三法的动作，就是也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意义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修哪一个法呢，就是最好是我是最希望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自信的感觉就修行你修加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感觉的话呢，那么这个
自己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以后的话呢，就是不容易改变的。你说无声修得很好，那别人说无声很好，我也这个好好修一修，自己没有感觉的话，那就不行的。以后别人说是无声修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你要修什么什么法对，因为他自己从来都是没有品尝过它的味道，就是别人一说就马上就改变了。如果你自己就觉得是真的是这个很殊胜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自己有一种定界，就这种定界呢，就是不容易被这个外境这个或者是被这个外缘这个所转所改变。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这个学上至有定，下到地狱底层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能逃脱死亡的。大家应该清楚，就是上至这个非非向天，就是有定以下；下至呢就是无间地狱以上；中间的话呢就是这个地狱、恶鬼、旁生这个人类就以及呢就是这个天界的所有的这些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就是60几亿这个地球上的60几亿个人不是这样的，就包括这个现在这个水里面的动物这个外面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有生命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没有一个就让这个逃脱死亡的。当然极个别一些获得了长寿成名果位的，或者说就是这样的这个入生不坏自己飞往清净刹土的极个别的高僧大德以外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最后要面临着这个死亡就面临这个死亡。如解有书当中是这样这个说的：地上或天间有生然不是，此事如其见，其闻或甚矣。意思是说，有生必然有色，从三区天界以下，有生而不死的事情可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也绝不会有到底是还是不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就是我们这个教程当中呢，可以就是知道的，凡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就是有生就是必有这个死的不离这个色变的。只要有生的话呢，就是肯定会有色的以前有一个什么这个小和尚，就是他在自己的什么把师傅的被子就是打碎了，然后他就不敢直接告诉我忘了那个故事。后来他怎么你们就记得清楚是吧？是一宿是吧？对，然后就后来就师傅说是以这个凡是有生就是有死，就后来说你的被子湿了是吧？师傅你的被子湿了，怎么说的？还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所以最后师傅呢也没有批评他，就是也知道是这个无常这真的是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好，众生也好这个其他的凡是有这个生命的话呢，从三区以下就只要这个有生的话，那就是全部会这个死者。而这样没有这个死的呢，在世界上是我们见过没有，我们听过没有就有没有这个合理的这种怀疑模棱两可的这个洗脑，这个众生可能不会死的那个众生听说是不会死的就是有这个长生不老的，就是那长生不老的话呢，实际上他得到的什么这个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宗教里面的一些这个果位，就是但这种果位的话呢，它有它的这个叙述方式。除此之外，真正的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话呢，有生而不死的地方呢，谁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放置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安排的，就地上也好，空间也好，山里面也好，绝对是不会有的以前那个应该无常记吧，就无常记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非空非海中，非如山林间就非空非海中，非如山林间，无有地方所施主而不知就无有地方所施主而不知。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空间也好，大海里面也好，山当中也好，就是在这些地方呢，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根本没有就是死亡这个阎罗就不去的地方，或者是它不能就是传入的地方呢，就是绝对是没有的我们就为了不死而到这个大海里面去躲避也没办法的，虚空当中去躲避也没办法的。然后任何一个地方呢，就是有生而不死的地方呢，就是的确也是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但是可能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呢，
让我们很多众生呢可以安置在这样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是没有的啊。以前我经常也讲过这个故事吧，就是2个移民这个学习移民的僧人到一个老太太家里去，然后老太太呢首先的因为当时他们去的时候是个傍晚，就马上要这个天黑了，就是那2个僧人呢，就是说是这个老菩萨就是可不可以今晚上我们2个在你家里就是住一宿，就是然后老太太呢，就是她家里只有1个女儿，就是没有其他的人。这个她说呢，你们这些出家人是不是学移民的？学移民的话呢，最好不要住在我家里，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给我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出一些难题啊，就是很麻烦的。他们说我们是学移民的，但是我们不给你出任何的这个难题。我们今晚实在是走投无路，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歇一晚上？然后当时老太太也是，既然你这样的话，那勉强这个答应。然后到了他们就是吃完饭，就是吃完饭以后呢，就是老太太就是可能到处都摸，最后她身上找到一个小石子。然后他小石子呢，就是拿出来了之后的话呢，因为藏地现在的是也有，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卫生条件也不行啊，就是衣服里面好多这个石子啊，就是也有这种情况。然后他拿出来了，就是他叫这个女儿，就是他叫女儿，就是女儿，你把这个小石子呢，就是要放在一个不死的地方。他意思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不要呢，就是让他扔在这个路上啊，或者是这样，就比较这个什么这个，或者是草里面呢，或者衣服里面呢，就是让他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僧人说是，这老菩萨如果有不死的地方的话，那可不可以把我们2个也是安置在那个地方？然后当时就是他就特别不高兴，就是说，就是你们这些人是学移民的，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是你们不要给我挑毛病，这如果早知道就是你们那样不让就住在我家。这也是说这个就是最后这个说就不是的地方哪里有，就是绝对没有的。就是的确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如果有一个不死的地方的话呢，可能很多有钱的人、有权利的人、有这个能力的人的话呢，就是先可能要找这个。就是不死的这个办不死的保险，就是什么养老保险呐，就是什么这些保险的话呢，就是要花多少钱的，可能有些人是这个愿意的，可是没办法的，就是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一定会要这个经过这个关就经过这个关可是我们很多人呢终有一天我会死的，但是什么时候死我会不会今天死明天死，这样的感觉都是没有的就是所以一定死亡的念头谁都有，但是死寂无定的念头呢，除了极个别的修行非常好的人以外的话呢，就没有的。所以呢，我们懒惰的主要的这个根源之一呢，就是观无常，就是观得不好。观无常观得不好，尤其是我们身在宿命不定的难暂不足就是不定的难暂不足，有时逢末法死亡很快就会降就是就会那样的。现在魔法时代，以前那个上初阶的时候呢，一个人都是可以数这个8万年呐，就是6万年呐，就是等等，就很多年了。就是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寿命是很长的。但现在就是魔法时代，虽然说我们是这个人数100岁的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这个佛陀这个出世就这样说的，但是如今的话呢，就是这个人的这种寿命呢就非常的这个短暂，就是所以死亡呢，就是很快都是来到我们的头上。实际上从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呢就变这个一步一步的就像是这个就是太阳呢，就是落于这个西山一样的就是1分1秒的一步一步的开始呢，就是走向这个死亡，就是靠近这个死亡。人的这种宿命呢，从来也是不增加，就像是陆地的这个池水一样的就陆地的这种这个水池一样的，就是里面的这个水呢，就是不会有满的，就是它就越来越就是就减少就是不会增加，而只有减少。而且这个死母这个死亡阎罗族或者是死母的话呢，犹如夕阳西下的阴影一般，片刻不停的越来越向我们逼近就是这个我们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山里面过在山里面的这个生活的人呢，就是要知道的就是
就是一时一刻的说就是这种阴影呢，就是往上去。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很多人呢就是什么这个祝你生日快乐，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开始呢，就真的是就是就因为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牦牛就是这边呢就是开始不断的在这个撒。然后呢，就是有一头牦牛靠近那个沿路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跟这个牦牛面前就是过这个生日快乐就是因为他马上要就是靠近这个屠夫的手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他面前就是举办这样的这个仪式的话呢，就是不知道牦牛会不会很开心就是因为他马上要死。靠近就是他的这个屠夫所以真的有时候呢，我们人们的这个一些行为的话呢，是一种这个值得观察的就是靠近这个无常就靠近这个无常，在何时何地失去原本就无法确定，谁也不能肯定明天或者是既往，甚至呢，仅仅现在呼吸之间不会这个名归黄泉因为我们一切就是万法的无常的话，那就是谁的没办法这个确定我明天绝对不会死的或者说是我这个今晚上绝对不会死的，或者就是你真的是自己就承认我就呼吸之间绝对不会死的，我们有没有把握就绝对是不会有的。任何一个人再有智慧再有辩论有这个教理精通的人的话呢，我现在不会死的这样的这个把握呢没有的，只不过是我们从严格就是大概很粗大的一种概念来觉得就不会死吧，这是一种怀疑性呢，就开始这个下结论的。真正是像移民里面所讲的一样呢，我现在决定不会死，因为什么什么故就我们能不能得出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推理一呢？就是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比如说我明天呢就是一定会是不会死的为什么呢？然后你能不能就是举出一个非常这个有理的就是确凿的这个依据就是谁也举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是处于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知道的，就是所以地藏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无常大贵就无常大贵不期而至不期而到吧，就是无常大贵不期而到。因为无常的这种就是大的这种这个贵生就其实呢我们没有就是对他这个约定一个时间，但是他呢突然的时候就自己都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呢，就会就是到了的，就是这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呜呼一命了就已经这个就离开了。这个时候的话呢，真的是我们的一切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我们搞一些逝者的这个要接近死亡的这个人的面前呢，就是去还是感受是比较大的。就前两天我在那个上了库马西洋就去了一个逝者，这个还没有断气，就是但是他不能动，就是他知道是我来了，我给他念经让我就反正有时候是就是见到真正的要接近死亡的那个人时候呢，当时他的这个周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儿女亲人就是全部都是围绕着，大家都在这个哭，他自己也应该这个清楚的，就这是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就是稍微这个核实一下，他家里经济条件呢各方面都是很不错，就是当时我想，他辛辛苦苦的，就是积累了一辈子，今天呢就是只有离开了，就是不愿意也是这样的，不愿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的离开方式还是可以，可能临死的时候呢，自己也稍微就是有一些准备吧，就是因为听说是他就前1-2个月的生病了很长时间，就是他自己也觉得是，可能我就这次死就没有这个希望了，就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但我们很多相当一部分人的话呢，就是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个准备，来不及就是死生突然之这个无名秀就是无虎无名秀，入行论里面也这样讲的嘛。死生呢就是突然就来了，让自己根本来不及准备，就所以说呢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这个生命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想到这样的，而且呢就是想得很天真的，很开心的就是
世间人呐，世间人的话呢，最大的毛病就是无常观念没有啊，无常观念没有的话，那修行肯定不能这个成功的。啊，就因缘品当中也是这样的，明日似水至，今日当今尽，彼四诸大军其实入侵期啊，就入侵期。说我们这些人的话呢，明日这个这死亡也是谁也不知道，所以今天呢，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只要有一点那个。这个修行的机会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精进。如果不精进的话，那难道我们这些人呢，跟这个四柱阎罗祖是好朋友啊？就是跟他呢，是这个亲人啊。如果是亲人的话，那到时候搞好关系或者贿赂啊，就是我死完以后不要都入我去，一定要靠你啊！我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做好准备，就是前往这个极乐世界。但是这个我们凡夫人来讲是谁的是没有这个把握，就是看到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有些人的话呢，是不是真的是跟这个死亡阎罗祖是这个好朋友而不害怕，就是已经搞好关系的大同关系，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呢，为什么现在都是不管学？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会不会死啊？就长期的是有这样的意念的话呢，那这个修行方面肯定是精进的。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会不会马上死？你去那个踢碎的时候，会不会我马上这个死？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边祈祷，明天早上不一定是我这个活着啊，就是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嘎当派的这个教言呢，所以应该呢，就是这样这个想啊，就是这样这个想。它这里面犹如这个护珠龙母菩萨、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的，庶民堕海既无常，犹如水泡微风吹，呼其细气沉水中，浪得觉醒即息气。这其中的意思是说，人们处于安然的沉水中，平缓的向内吸气外呼气，可是也不敢肯定在这期间就不会死亡。对于在沉水间没有死去而安然醒过来，也是应当看成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确实是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就是佛的这个经典里面也说了，就是生命在这个呼吸之间啊，就是以前佛陀呢就是问，好像在这个42章经是哪个经里面，就是也说了就佛陀就是问那个下面的这个弟子就是这个生命呢，就是有多长时间就是生命呢，就是人的这种生命是有多长时间。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经验，就是佛陀就是说不对的。然后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吃饭的时间就是那么长，就是佛陀说这个也不对。那么有些这个眷属呢，就是说是生命在呼吸之间就佛陀说是这个说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质量就非常的这个脆弱。我们说比如说这个房子的话呢就是它能这个保证呢，就是几年当中几十年就是不坏，就是这个一般来讲没有特殊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话呢，我们可以保证。可是我们的这个人民呢，能不能就是跟这个谁签合同就说是我的这个生命呢，跟这个外面的什么水泥这个建筑物是一样的，就是在几年当中、50年当中根本不坏，就是有没有把握，就是谁都是没有把握的。所以说呢，这个亲友书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呢，有这个危害性就是很多的，而这个损源呢就是很少的，就像是风中的这个水泡一样的。呼吸间或者是沉睡当中是，如果我们让这个醒过来就昨天晚上没有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一边刷牙一边醒，真稀奇就真这个稀我昨天就是没有死亡，今天还这样的这个活着。当然我们这样说起来，可能有些没有修行经验的人觉得有什么可稀奇的，昨天不可能死的，你没有病就是好好的，就是怎么回事这个早上死，这是就极个别的意外的话，那就是绝不可能这个是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是这个真的是如果这个呼吸之间呢，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房子塌了、地震来了就是突然这个死了的话，那就是谁知道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道友就是住在什么
自己的这个禅房里面，就是在这个闭关了，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一会儿的房子这个起火了以后呢，过一会儿一看的话，那就已经就死在里面啊，就是死在里面的。所以他当时可能早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今天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啊，就没有这个想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他就不会想到是今年我会死的，明年我会死的。如果真的会有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提前准备。原来有一个导游说是，哎呀，这个人的死亡就是有时候有点可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你要活什么60岁、80岁，这样的话呢，提前都是做好准备。否则的话呢，到底是什么时候死啊？就是他是半信半疑的，就是对佛教就是不是特别的信的。但他认为呢，好像每个人都是有，就像是这个白居卢主一样的，就是有固定的宿命的话，那就是多好的。但这样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总而言之，我们的每一个人呢，有些是这个很快就死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这个几百人的话呢，真的是明年就是今天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有些人肯定就是离开的。但是我们有神通的人呢，不知道是到底是我，到底是你，就是可能很多人自己也是不知道。所以这个无常呢，的确也是很可怕的。现在的有些人的话呢，他就只能呢，就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只看到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而不看到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死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样的这种面对的勇气啊，就根本的是没有啊。就有些是就把这个问题一提起来的时候，就是避开，他就不谈，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回避的时候，应该是面对的时候啊。到底是我要死的时候，是看怎么办呢？就是在这方面的话，的确修行人很好的，因为修行人呢。他首先的是有这个无常观念，一旦呢，就是在自己的身上也好，别人的身上出现无常的时候呢，他能这个接受啊。我们经常都看到有些这个佛教徒修行比较好的话呢，他自己要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是面容就是带有这个微笑的。人看见他的亲朋好友死的时候呢，他就早就知道一切万法，人的寿命就像风中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可这个永恒性的。可是没有学过佛的啊，就这些都是。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上遇到无常，或者是别人的这个寿命就是短的时候呢，特别难说。这就是我们这个修行是应该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关系啊。就所以在这里呢，寿命确实是这个微量很大的，就像那个龙门菩萨在宝满门吧，就是说是这个死缘何其多啊，生缘何其少啊，就是死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这个生存的因缘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就是饮食啊，就是有些为了就是自己这个生存的一些医药啊，就是这些的话，反而呢就是成了这个死缘而这个死亡的，这种现象是相当的多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想到啊，我昨天晚上没有死，今天真的这个西游啊，就有些人就是有些法师把这个松子解释的时候，能得觉醒即稀奇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让在这么一什么呼吸之间呢，就是大彻大悟，就是觉悟是真稀有啊。其实这样解释方法是不对的，就是因为下面也是做了一个解释，再加上是上面的整个这个内容啊，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正在讲无常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个大彻大悟，就是如果真的有的话都很稀奇，但是这个也没有必要就是这样。所以有些这个道友们呢，就给别人这个宣讲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要有着这个系统的这种传承就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全部都搞懂，就是否则的话呢也是这个误解就是有这个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的寿命呢，就是的确是无常的，就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想到。现在我们这些人虽然呢，就知道终有一天要死，但因为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死期不定的观念，就是这个很关键的。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社会上的人的话，他总觉得是我终有一天死亡，就也许年轻时候死，也许老年时候死就是他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因为相续当中呢，就是这个死期不定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没有。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就是这个很关键的。
就是学了大乘佛法，尤其是学无常观的一些尼玛派和该举派的这些教派里面的话呢，对这个修行非常的重视。修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呢，他自己就一定会是很那个精进的就不得不精进。你像苏明寺那么这个大呢，那你不可能是天天的是这个懈怠当中以前那个莲池大师的那个《诸创随笔》里面呢就是有引用了很多什么像这个唐代的一些诗人的这个诗词然后呢就是说世间人呢就是有耽误时间，就是懈怠的，就是有一种呢就是经常就是一些这个观赏游玩就是玩了，就是有一个，还有呢就是世间的很多人呢就是饮酒就是然后就是混那个世间的，还有呢就是世间的这个很多人是赌博就是赌博就是还有一些可能邪事，就是担着这个事等等，就是有这样的。他说出家人的话呢，一般来讲可能那个喝酒就是这样的这种没有的，但是可能就是以各种这个分别念就是以邪事就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度日没有好好修行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包括有一些修行人的话呢，被这个分别念的吹动下呢，就是惯的这个无常不好，每天都是就是自己忙碌，忙了很多事情。但到底是你们的这个对来世修行有意义的事情呢，还是跟着这个现在世间的一些这个无有实在这个意义的一些事情，一定要这个观察你到了一定的时候，无常观念真的你相续当中升起来的时候，你就随时都是有一种我是不是就是这次要死比如说你出门了，就出门的时候呢，你一切的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会不会路上死掉就自然而然就这样的这个心态是随时都会有的。但无常观的不好的话呢我不会死的，再过50年以后是怎么样？现在很多世间人的话呢我再过这个50年以后吃什么呀？我过50年以后就是喝什么呀？就是我到时候是如何这个生活就是一直心里面就是准备的很多的，但是到了50年之前的话呢，你的这个身心各方面肯定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所以说呢这个四季无顶的观念呢，很多是比较这个少的，以至于呢就是时时当中常有的圣洁，在幻灯幻视当中虚度人生。其实真的这个这个大圆满前行非常这个殊胜的希望你们呢就是每次所讲到的内容反反复复的读，反反复复的真正是理解到它的本身的意义的话呢，就我们相续当中强制性的升起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严厉性就是对世间的万事万物，不管是这个感情也好，世间的一些这个亲人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名位就是财产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的，都是无常一样的就一下子就，比如说有财富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无常一样的。有一个就佛友给我说，就是说是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蚂蚁天天的是辛辛苦苦的积累的一些这个财产，就是结果下了一场冰雹，就是全部都没有了。让你这个比喻的话，那就是这次我们的这个金融危机一说到之后的话呢，我们也辛辛苦苦这个积累了很多，就是一下子就是金融危机的这个冰雹来了，就是一下子就没有了，空空如也了。我只有这个看着这个无边无际的蓝天。所以说有时候的确这个无常观念修得很好的话呢，就是很多比喻也是会想得起来的。如果无常观念修不好的话，那就是怨天尤人，我真是很倒霉我怎么办是自杀好还是跳楼好，还是吃安眠药好，就是一直想着，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万法无常本体是怎么样这个本体自然的这种规律一直在滚动的，这样的这种状况，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觉得是突然的，就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这个袭击，就来到你的头上。其实也并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生病也好，生活也好，跟人和这个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的话，全部是有因有果的就是有因有果的。所以呢就是善有善果，恶有这个恶果的话呢，就是并不是有些人的这个思想有问题的。这句话谁也不懂没有解释的话，这个解释是我本人有权解释。这种谜语，下面就是讲的是什么？正当我们沉湎于辛辛苦苦这个追求精神什么
追求精神的安乐幸福，名誉之时，死亡眼目很可能如此黑俗，金牙牙关獠牙毕露，突然来到我们面前。到那时候呢，纵然拥有英勇的军队、强大的势力、丰富的财产和智者的鞭策、美女的这个绅士、奔驰的两军党都无济于事啊！就是真的，我们人呢就是什么时候死亡的话呢？很多人是辛辛苦苦的，或者是快快乐乐的追求他的生活的这种快乐、幸福啊。这个繁荣昌盛啊，荣华富贵啊，天天都是正在这个沉迷于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是死亡就会来的啊。当然，这里这个形容的呢，所谓的这个死亡言论中呢，就是书生就是持着这种这个害羞的，然后这个獠牙毕露的，非常这个面目憎恨的这样的一种，这是我们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凡是演这个一些这个中印法王和这个四座言论的时候呢，就是都会这样这个拉奏的。当然，对有些众生来讲是确实也在死的时候呢，就是会有这种这个境界，有些是没有断气之前的是这个死亡言论就出现在这个眼前的，有些断了气以后这个出现的，但有些呢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凡是你这个死亡这个死主就是死主的话呢，就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你拥有就是多少的这个军队？如果拥有军队真的不死的话呢，有些这个国家的什么军委主席还有一些这个参谋长就是这些呢，就根本就是不让事的，就是他就成千上万个士兵的话呢，就是开始准备就是围绕起来，就开始保护他。但是也没有办法，死的那一时候的话呢，那就是个这些军队的话呢，就是只有给他就是送那个这个花圈，就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的。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强大的这个势力，像国家的总统国家主席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全世界的一些这个权威性的领导的话呢，他死亡的时候可能。如果有一个办法的话，全国人民都是可以把这个全力以赴保护他的，也没办法的。有一些丰厚的这个财富不是的话，我像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和大老板，有一些大富翁的话呢，他可能愿意就是所有的自己的这个几百万美金所有的这些钱财的话呢，他可以愿意。我看有些那个。有钱的人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是换心脏换肝脏就是花多少万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我能，就是哪怕是我活5年也是可以的。有些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我听到有一个老板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看起来很有钱的就是他穿的衣服都是就相当的这个高档，就是然后他给这个医生复述他说只要是我如果不是如果有一个办法的话，那千方百计怎么样都没有任何问题。他开的口很大的，可是呢，这个医生呢，就是没办法。他说这个没办法，就是先回去再说吧，就是先你回去好好疗养，就是再说吧。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如果听到就是你回去疗养的时候可能是个不是很好的这个消息，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到寺院里面或者是开始该念破了，就是不要哭了，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像那个医生那样非要就是求医生求求你护士你可不可以再给我想个办法？他怎么也是想不出任何的办法，就是所以说，修无常的人呢，我以前说过吧，我带过一个老修行人到马尔坎医院里面去，后来就是他得的这个肝癌症然后虽然他面前医生的是没有暴露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这个疫情的有些表情就这些都是清楚的，就清楚以后的话呢，他说不要花时间吧，我还是回到寺院里面去吧，你们不要这样的，就没有什么痛苦的，还是回去吧。就他主动要求让我们这个回去，让我们也就是如实的告诉了他，就告诉他说肯定可能没办法的，没事回去还是。整个这个年色的是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就是很快乐的。但这就是修行就修行人就是有这种态度，因为修行的是自己知道是自己的生命的质量是什么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里这个丰富的财产也没办法，就是还有这个智者的一些鞭策。当然这个鞭策的你再有这个嘴巴会说你是专家你是学者你平时呢就是怎么样好的话呢，你到死的那一天的时候呢，你跟这个阎罗族也好谁都是没办法
辩论，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辩论，还有这个一些美食啊，或者是这个军粮啊、教吃啊，就这些什么样的这种事件的一些这个财富也好，就势力的话呢，就是没办法的无济于事。即便是站进一个无锡课程的铁箱子里面，外面还有呢，就是数十万吟咏这个勇士啊，如此锋利的这个就兵刃，然后这个剪毛剪短向外面围绕保护住。也丝毫疏忽不了这等不足啊！就这是一种这个假设的比喻啊。就这个使者呢，就即使说是他这个无缝的一个这个就是无锡课程的一个铁的这个箱子里面，就是我们一般实践人是铁箱子是比较坚硬的，就是那么他就钻进在里面，外面有10万个这个勇士啊，就拿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器，就是让这个兵器的锋利的这种这个剑呢，就是向外面这个四处沿路就是对着一直这个保护住的话呢，有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的。你死的那一天的时候呢，你什么样的这种办法，的确也是没有的啊。就我们人死亡的那个时候呢，就可能很多人都真的不愿意这个死的，就是还愿意活着的啊。有些人的话呢，他还是到一定的时候是愿意死的，就是的确也是有，尤其是老年人念阿弥陀佛啊，念得非常这个有把握的话呢，哎呀，这个还是什么时候离开都是可以的。我还是很想愿意早一点离开，就是早一点见到阿弥陀佛，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离开这个入生的话呢，就是一直是见不到阿弥陀佛。我离开了以后肯定见得到，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真的可能跟自己的这个信心有关系啊。有些人是这样一说，哎，接受不了的，哪有这么见的，哪有这么快乐？就是好像觉得是人间是最快乐的。但是有些有把握，就死了以后，就是更有这个快乐的这个境界。所以说，我们当然这个死的时候呢，你就是再怎么样的话，那就是没办法的啊，就是没办法的，就是丝毫也是疏忽不了这等不足。当死主淹没将还所套在这个死者的脖子上的时候，他只能呢就是面目贴近，泪眼汪汪，五体僵硬的被带到后世大道当中去。就是当你真的最后呢，就断气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整个这个面色也变了，而且呢。就是有些人这个死的时候，就是眼里就是流眼泪的，然后他的整个身体的是已经就僵硬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断气了。他以前是再有什么这个势力的人也好，有这个名声的人也好，有这个财富的人也好，凡是什么样的，就把这个肉体呢就放在那个架子上了就这个，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个死人的尸体的时候呢，自己修过无常观的人呢，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有一种感觉，而从来没有修过无常观的话，他死了，我怎么会死呢？就是我也没有病，就没有什么感觉，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还是差别比较就是大的。当然，你在这个时候，就是一定会是要这个离开的就是离开的。此时此刻，勇士呢就是无法救活，而大德呢就是不能这个吩咐。比如说你真的这个离开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有成千上万的勇士来想救护你、帮助你的话，那就是也没有办法的。然后有一些这个权威的、有这个能力的、德高望重的这些人呢，吩咐要求这个斯洛阳王族不要这个接近的话呢，那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因是无法引诱，无可逃出就是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无依无靠，无亲无着，无计可施，也无有任何尊者者大悲人庇护就是大悲人庇护。哪怕是这个药师佛亲自降临，也是无法延续，宿命已经这个断了的这个死亡，就没有办法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即使你有很这个丰盛的一些这个美味佳肴的话，那就是没办法贿赂，没办法这个饮食。然后呢，你想逃出去的话呢，你到大海哪里天涯海角到哪里去的话呢，也没办法的。就是如果有逃出的话呢，很多人都可能到不死的地方去居住在哪里。就是你如果都要知道是个美国，就是到了美国以后不会死，加拿大以后不会死的话呢，很多人有钱的人办护照就是统统的到美国去。可是美国人的话呢，红头发也是面临死亡的。然后那个他们对死亡就是特别害怕。以前去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呢就好像
对这个死亡就是特别的这个害怕，就是这跟黑头发这应该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差别。但是我的感觉上呢，是不是他们更害怕？就是他们很希望呢，就是生存。就是有一次一个就是德国这个艾滋病的人呢，就是他呢就看起来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可怜了。然后他一直这样说啊，就是他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不死，或者是能活到就是多少年的话，那就是他要花多少钱呢？然后就是到处都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些名医啊，但这也没办法的。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真的自己的因缘呢，就一经灭尽的时候呢，就可逃的地方也是没有的，可躲的地方啊，比如说山里面啊，或者是到一些别的这个牛粪棚里面去啊，或者一些别的这个地方去的话，那就是你都可以去，但是呢，就是也没有办法去的无依无获。就如果有一些帮助，比如说领导啊、上司啊，或者是一些特别准者啊，就这些来这个帮助你的话呢，那倒是可以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即使我们实践当中是应该是像这个常数佛啊、药师佛啊，就这些呢，就对这个众生的生命啊，就非常这个关心，就是前世的有殊胜的因缘的这些佛陀，是具有这大慈大悲的，就可以这么说的。在实践当中的话呢，佛的这个能力是最微妙的。可是他们的话呢，就是这个死亡已经到了的这个人面前了，就有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的。有些不懂佛教的人呢，你们这么这个活佛就是加持以后就还会死亡啊，上师加持以后还会死亡啊，那这种这个说法是非常这个愚痴的，因为寿命都是无常的。我们俱舍论里面也讲过，就是有些是福报尽了，这个寿命没有尽的；有些是寿命尽了，这个福报没有尽的，有4种类别。但是尤其是寿命已经尽了的话呢，那么即使姚师傅就是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的。有些寿命还没有尽，只是福报尽的话呢，那么我们给他就是做佛事做一些这个仪式啊、念经呢，就是这样以后是有这个起到这个作用的。所以就一定要这个分析啊，最后自己遇到了就实在是就是没办法这个活过来的这个时候呢，就为什么是佛没有价值？为什么我念了那么多经还会死亡呢？就是我最好不要死亡啊！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所以说，的确是这个姚师傅就是来到我们这个众生面前的话，那就是最后就没有办法的就没有办法的。因此呢就我们切切不可难度懈怠，一拖再拖就是而应当呢就是诚心修持，临终决定有力的速成正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就是一拖再拖，就是这样一直这个拖下去的话，那就是最后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能这个成功的。就我们修行里面的难度就是最大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障碍就修行的障碍。如果你是特别懒惰的话呢，那么可能这个活的时间虽然很长的，但是修行呢就是不会有这长进的就不会有这个进步的。因此人的这个学习就精进的很重要的。精进的话，哪怕是一天的这个精进的话呢，那个收获就确实是很大的。所以以前那个就是在那个法句经就是法句经里面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若人就是数百岁就是邪学呢就治不散就若人数百岁邪学治不散，不如生一日精进数正法。不如生一日精进修正法，意思就是说呢，就如果有些人呢，就是活了就是100岁，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邪见就是很重的，没有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修善，没有这个好好的修善的话呢，他一辈子呢只能这个造业就是不能呢就是行持这个善法的。那有些人呢，就一日当中精进修持数持正法的话呢，那远远超过就是百日的这个难度这个懈怠。所以我们往往的是不能这个懈怠，就这样一懈怠的话呢，我们这个人生呢就很短暂的，本来很短暂的，再加上中间有很多散乱很多的这种这个违缘所以这个修行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成功的修行呢，不是什么就是一天两天就已经这个长久的，应该是就比较这个长期的功夫就以前那个汉地有一个叫做是禅定报信吧，就是禅定报信里面呢，就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神仙秩序故非一日之具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古的这个圣贤的这些这个学习的所学的境界境界的话呢，并不是1、2天的这个功夫呢，就是得到的。而是呢，就是长期的，常年如一日的，日积月累的，最后的话呢，就是才能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有些人就是想我已经学了3年了，学了那么多年了，还是怎么不成就呢？我这个修行呢，很长时间呢，已经修行了3年。是你修行了这个3年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你这个3年当中呢，我们就是如果这个合一下，比如说这个一天呢就是有24小时，一天有24小时的话呢，我们这个修行呢一天当中就是修了就是多长时间？如果你一天呢就是1个小时的话呢，那么3年当中就是你修了多少天？就是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就的确是可以算得出来，所以我们可能3年当中的话呢，只能这个修了1个月就如果你真正算出来的话呢，我们按照每天的是你自己真正修长的时间呢，所以你不能说啥，因为我学了这个3年，好像3年的所有的这个不吃不喝的，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用到这个学习佛法去了，也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我们，即使你修的话呢，可能中间呢，你说是我每天早上这个修半个小时，修半个小时是不是就是有质量的这个30分钟呢？你这个安住在这个无常观里面有没有就有些人可能没有半个小时当中就是前15分钟呢，就是迷迷糊糊的，就是然后中间呢就是无常，后面的话呢有这个胡思乱想，就是所以说是你修半个小时，其实你这个半个小时里面10分钟的这个功夫都是没有这个下，这样我们这个学习就确实是还是很这个困难的，尤其是这个难度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修学就很容易这个没劲的。以前那个大乘流波罗蜜多经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懒惰的这个比喻就懈怠之人呢，就是犹如这个犹如什么那个冲处就是犹如这个什么处就是来这个比喻的，然后就是懒惰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有就是2种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铁杵就是这个大的这种杵的话呢，就是它不能这个自理；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这个致使。所以我们人的这种这个难度的这种性格的话呢，一方面呢，他自己这个修行方面就是不能就是提起这种兴趣，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困难。还有呢，自己就是不能就是真正的就掌握自己，把握自己。我觉得是我们现在修行不成功的最大的违缘的就是难度不能精进。如果你不精进的话，那你无常观肯定是没有的。那你早上也是很像的，你睡几个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是无常的，但是无常就无常吧。你睡得挺像的，那这样的话呢，什么时候修行这个成果以前的高僧大德是不是从心里面有一种力量就是他怎么样也是睡不着的就然后白天的话呢，就是他怎么样有一种心里有一种动念，他不愿意散乱，不愿意呢就是跟外面就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这个事情。我看到外面这个现在菩提学会的很多人就真的是无常观念与大多数人来讲是很不同的。以前是跟这个世间人就是天天的是就是很饿，就是每天都是吃喝玩乐当中，就这样过了几十年了，就没有什么这个感觉。现在呢，就是就虽然有时候是这个散乱，但是散乱以后呢，自己有惭愧心，今天一天都是没有好好的这个修行我这个是真是坏蛋，就自己开始惩罚自己就是有些是这个把头发尤其是就是捏自己的肉有些用拳头来打自己那这样是很好的，应该惩罚自己，就让心里面的这个力量提起起来。这个最后的话呢，很多这个高僧大德真的有很好的一些这个故事，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凡夫人呢，虽然是能讲也能听，但是自己在实际行动当中是观无常观不好的话呢，其他的修行也是不能这个做到的。因此我们也非常希望，不敢说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用到这上面，但是跟以前的行为有点不同的，也不要太过于的懈怠了。就是太过分的懈怠的话呢，那时间和出时间什么法的就是不能这个成功的。应该大家要这个精进观无常，如果观得很好的话呢，其他的修行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动力。其实修行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它最好是要一种自动，就是不要天天的是踏动，就是天天踏动的话呢，
今天就是这个法师来就是劝你就是好好修行，明天辅导员来劝你好好修行，然后他们没有说的话，那就开始没有这个自觉性了，就这样是很困难的。如果自己有一种这个自觉性的话，那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凡夫人就像是孩童一样的，孩童的话，那父母老师呢一直旁边说你要做作业，做作业不做作业呀，打你呀，就是今天不让吃饭了，就是天天都是在督促他。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那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可以看电视了。其实他不一定就是自觉的，我们凡夫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旁边没有一个教育呢，没有一个上师的引导的话，那就是每天都是会这个散乱的。所以说我们也非常这个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祈祷这个上师三宝。一旦自相续当中真的有了无常观念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修行呢就是不容易这个散乱，自己不敢就确实不敢的。但因为我们这个修行的境界没有，就是很多人就比较散乱的原因在这里。先觉得道理上明白，然后在实际行动当中去修持。好，讲到这里。Bandara